朋友们，按照西方的说法，这一次中国貌似突然来势汹汹，在越来越多产业一举超过西方，他们称之为第二波中国冲击。既然有第二波，那么肯定有第一波。那么什么是第一波中国冲击呢？那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伴随的是全球化浪潮，中国产业当初以低端为主，大举进入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导致西方产业外移，当然主要转移到中国，所以导致了美国铁锈带的产生，大量美国工人失业。第一波中国冲击主要就是美国产业工人受到负面影响，然后才是其他西方国家。现在回头看，美国倡导的全球化让西方国家的一些资本家及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满，但西方产业工人是失败者，特别是美国产业工人，这也是导致特朗普能2次当选美国总统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俄乌危机的持续，欧洲的能源危机导致又一波产业外移，逆全球化也由美国发起，受益的主要是美国，欧洲称之为第二波中国冲击。这次是欧洲受到冲击，这就是本期节目与各位分享的奥地利媒体标准报的报道的宏观背景。很明显，欧洲肯定很受伤，可以说除了贸易保护主义毫无还手之力，这也是目前欧洲的困局。贸易保护主义等于是作茧自缚，民粹主义上升，右翼势力抬头，同时还得面对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总之，对欧洲来说，这是个无解的局。等一下我们看看标准报的报道。顺便说一句啊，那些怀疑台湾网军的人，我觉得评论区应该没有什么1450。好，我们看报道。争夺繁荣富裕，别再只盯着官僚主义和附加工资成本了，我们必须谈谈中国。中国正越来越多地主导各个工业领域，由于美国的关税政策，更多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正涌入欧洲，我们该如何应对？中国突然无处不在。几天前，中国海关总署宣布，截至今年11月，中国出口顺差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对外商品出口额多出逾1万亿美元，和8600亿欧元。汽车出口是推动这一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5年前，中国几乎未在海外销售乘用车。如今，中国已大幅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仅2025年，中国制造商就可能在海外销售多达700万辆中国汽车，全球每8辆新车就有1辆来自中国。但问题远不止于汽车，也不仅限于电脑、智能手机等典型的中国产品。中国还主导着可再生能源市场。据咨询公司伍德麦肯茨计算，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储能系统和风力涡轮机出口均来自中国。这一发展尤其令欧洲人警觉。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美国已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贸易战。然而其后果并非中国工业生产的萎缩，反而继续增长。只是现在有更大一部分商品转向了欧洲。今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7%，而对欧盟的出口则增长了7%。好了，德国知识补充，中国前11个月的出口对东盟出口增长14.8%，前8个月对非洲出口增加25%。因为我没有前11个月的数据，所以对欧盟出口的增加其实不算特别高。但这家奥地利德语媒体标准报对欧盟及非洲的数据只字不提，故意隐瞒事实，给读者的假象好像欧盟的值特别高一样，其实并不这样。问题是呀，现在欧盟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手可以卖给中国的，而高端光刻机就是阿斯麦，因为美国制裁，却又不准卖给中国。好，我们继续往下。这给欧洲提出了一个问题，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二次中国冲击。第一次中国冲击源于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影响的是美国。当时美国企业因钢铁等中国工业产品而承受巨大压力，这次轮到欧洲人首当其冲了。中国对我们的依赖正日益减少，这点在欧洲尚未被充分意识到。从当前公共讨论中可见一斑，我们仍在争论减少一点官僚主义或略微降低附加工资成本，是否就能挽救本国的竞争力。
就连本国的经济景气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也几乎忽视了这一现象。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奥地利国家银行在其最新的经济景气预测中明确指出，中国日益增强的竞争正威胁着奥地利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奥地利国家银行表示，在奥地利1/4的出口产品中都面临着来自中国生产厂商的激烈竞争，其中首当其冲的正是本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机械制造业。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中国突然作为竞争对手出现在全球市场上，更在于中国自身对欧洲进口的依赖正不断减弱。汽车行业的发展便反映了这一趋势。德国车企大众、宝马和奔驰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如今已降至17%，而5年前这数字为27%。大众2023年在华销量比2019年减少了130万辆，这正是欧洲车企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与欧盟委员会的排放目标或燃油车禁令毫无关系。而且中国似乎尚未走到其工业化进程的终点。中国专家维格尔·斯维德里克指出，对中国来说，向欧洲出口是其自身生存战略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经济并非处处顺利，房地产危机至今尚未化解，加之对美贸易大幅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敦促中国调整其增长模式，从依赖出口转向内需消费。要实现这一转型，政府必须大幅增加支出。然而，维格尔·施维德里克指出，中国并没有像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没有成熟的失业救济制度。在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增长背景下，这种制度似乎也一直显得并非必须。但若强行转向新的经济模式，将导致工厂大规模关闭，数百万人失业，而这正是政府极力要避免的局面。要更强硬些。作为应对，越来越多的专家呼吁欧洲在对华关系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欧盟已经有所行动。去年，欧盟委员会大幅提高了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关税，从2026年年中起，针对钢铁进口的新关税也将生效。尽管这些关税名义上适用于多个国家，但实际矛头指向中国。然而，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策等人警告称，面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即针对个别产品的关税政策收效甚微，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并未公平竞争，而是大规模补贴本国产业。他们认为，欧盟需要对整个商品类别征收关税，并推行更具进攻性的产业政策，例如未来仅对欧洲制造的电动汽车提供补贴。事实上，最新数据表明，目前针对电动汽车的关税仅导致一个结果：中国不再大量出口纯电动汽车，转而向欧洲输出更多混合动力汽车。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客座评论文章中，呼吁重新调整欧中关系。他主张采取合作性解决方案，并欢迎更多中国对欧洲绿色科技领域的投资。但他同时警告，如果无法消除这一失衡，欧洲将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争夺主导权。然而，上述观点也面临质疑。一种反驳意见认为，过度聚焦于中国的出口顺差，在经济学上是毫无意义的。许多欧洲企业至今仍在中国获得丰厚利润，并且越来越倾向于本地化生产。如果将这些企业在当地子公司的营收计算在内，德国企业在华实现的销售额相当于德国经济总量的12%。法国企业则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许多企业根本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例如，大众汽车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此外，封闭市场还可能抑制创新。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西方恰恰在跨国公司不再仅仅从中国获取丰厚利润，而是开始感受到竞争压力之时，将中国视为重大威胁。剑桥大学的约斯坦·豪格对此总结道，西方目前对中国的说法实质上是，请你们多进口，少出口，但从我们欧洲进口的东西不能有助于你们的创新，同时你们继续向我们欧洲出口我们需要的廉价产品，你们能不能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好让我们保住我们的自尊、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主导地位？好的，朋友们，刚才那位剑桥人说的没错，这就是欧洲人只准欧洲放火，
不准中国点灯的强盗逻辑。那么多年来，欧洲不知出口了多少东西到中国，他们悠闲的生活其实很多是靠中国市场来支撑的，他们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但是今天中国的产品比他们的还好，还更便宜，却不准出口到欧洲，还威胁要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所以我觉得到时中国也绝不能惯着他们。还有现在我提醒各位网友，在消费某个产品之前，多想想是否真的还要买欧洲人或西方的产品。大家注意不管他们过去出口了多少东西到中国，他们是绝不会感恩的。正相反，他们觉得是免费把技术送给了中国，是免费，所以才让中国今天那么强大。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施舍才让中国强大起来。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如今才终于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同样构成威胁，但这一认识已经晚了20年，欧洲的衰落早已开始。继续往下，尤其是最近30年，我们一直把未来卖给中国，靠这个我们过得很滋润，现在该还债了。再往下，太荒谬了，一方面我们付钱给乌克兰用于防空系统，另一方面却又付钱给中国人，让他们有能力为俄罗斯人制造无人机。这一切都必须改变，我们应该从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采购，如有必要从印度采购，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或许还稍微好一些。下一则，你试着作为一个欧洲人去中国收购一家公司或一项技术看看。如今中国已经收购了欧盟境内大量企业，而我们居然还继续允许这种行动。最近的例子就是 MediaMarkt， 虽然它只是一家零售商，但现在中国可以直接在那里销售自己的商品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芯片、光伏、风能、汽车供应商、机械制造、服装、生物技术等等领域。我们非但没有禁止这类收购，反而依然放任不管。同样，我们也把所有高科技企业卖给了美国。好，我们看跟帖。中国人入股关键基础设施领域，这更糟糕。再往下看，我积极与中国合作。我和2位毕业于中国顶尖高校的中国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我们的合作非常公平，且极具启发性。过去20年里，我多次访问中国，如今已能较为流利地使用中文，至少日常交流是没问题的。因此，我完全赞同马克龙的观点，欧洲应当开放，而不是一味地举着道德大棒。我们迫切需要一点谦逊。下一则，骄兵必败，这句话尤其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欧洲。经济政策听命于石油游说集团，已将汽车工业推向悬崖边缘。在其他领域情况稍好一些，可持续性确实获得了一定重视，但军工产业却仍在获得巨额补贴。这是一个代价高昂、毫无产出且毫无必要的经济部门。我们必须专注于自己的核心能力，做出良好、民主且可持续的社会政策。政治不应只听从经济利益集团的声音，而应以民众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摒弃民族主义者、保护主义者和资本家，迈向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政策。德国知识点评：写这种东西的人应该是个极左派吧，因为他太理想主义了。好的，我们继续往下。归根结底，消费者才掌握着主动权。如果我们不购买中国产品，这些产品恐怕就无法在市场上立足。但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越来越少的人还能负担得起不买中国货的选择。我担心，这对欧洲而言将是一场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下一则，对中国的恐惧其实毫无必要。80%的中国人月收入不足100美元，这一切之所以还能运转，只是因为其体制建立在强制之上。用一句俄国谚语来说，就是德国人真傻，就算没人拿 AK-47 站在他们身后，他们照样干活。而在中国，总有人拿着机枪站在工人身后。这个系统迟早会彻底崩盘，到那时才真正危险。问题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崩溃中的体制才危险，
繁荣发展的体制并不危险。任何持有中国股票、ETF、基金和其他金融产品的人心里都清楚，多年来，无论大盘、小盘、中盘、原材料、新经济、绿色能源、工业还是科技板块，所有领域都在持续下跌。继续往下，许多事情早有预料。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基本上从未真正遵守过相关协定。无论在哪个行业，从纺织品到玩具，一旦中国进入并主导该领域，欧洲和美国便一再默许。我们源源不断地输出核心技术，并伴随大规模投资，却在教育、经济、工业和金融领域既无中期也无长期规划。事实上，最近25年来，中国在几乎各个领域都支撑着我们的购买力，所以外汇则持续流向中国。这一点早已显而易见。在工业领域，欧洲和美国根本无法与中国或印度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标准竞争。我们必须打出不同的牌，比如更高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大幅减少官僚主义，并重新审视每周30小时工作制、5周带薪假，以及那种不再帮助人们重新站起来，反而鼓励人民躺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现实是，奥地利甚至连本国之内的改革都推行不了。在我们这里，不断膨胀的只有官僚机构和针对劳动者的税收。再往下，为时已晚，现在才呼吁采取反制措施，就好比在雷雨时才跑去买伞。我们眼下能做的最好的事，一方面继续利用中国廉价商品带来的实惠，另一方面则应与中国开展合作，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领域。我们看跟帖，设想加入一个由中俄主导的亚洲大国集团，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思想试验。作为个体，我当然更愿意生活在一个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中，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个体对强大领袖的服从确实可以催生巨大的集体行动力，既可带来建设性成就，也可能导致破坏性后果。再往下，也许我们该专注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不是一味指责中国。更好往往是好的敌人，而如今这更好的东西越来越多来自中国。与此同时，我们这里却是满足自满，凡事求全保，一旦搞不定，就指望某个强人来拯救。下一则，当时美国企业因钢铁等中国工业产品而承受巨大压力，这次轮到欧洲人了，谁睡着谁就输。大众汽车如今每年在华销量比2019年减少了130万辆，这被说成是欧洲车企危机的主要原因。其实大错特错，问题既不在于附加工资成本，也不在于任何惠及劳动者的因素，真正的原因在于那些年薪数百万的 CEO 和股东们的贪婪。明明是管理层睡过了产业变革的浪潮，却把责任推给劳动者，偶尔出台一些合理的政策，又因游说势力的施压而被放弃或弱化，好让工业界继续昏睡下去。我受够了这种不断把矛头对准劳动者，千方百计削弱其权利的做法。而与此同时，老板们却在为自己修建私人隧道。继续往下，有一点是绝对无济于事的，关税，指望人们因此转而购买更差、更贵的欧洲产品，靠这种方式我们肯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论我们怎么粉饰或辩解。如果我们还想多少保住自己的富裕繁荣，我们就必须变得更好。只有这样，出口和内需才能重新走上正轨。再往下，必须采取更强硬手段。欧盟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不应针对整个国家，而应针对具体企业征收关税。应当明确提出要求，如果这些企业希望继续在欧盟销售产品，其产品中至少20%至30%必须在欧盟境内生产。这措施还有一个积极的副作用，将促使更多企业在欧盟投资，从而创造就业岗位。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绝不能不计代价。在中国、美国、印度等国使用不公平手段竞争时，欧盟不能一味的只是口头警告
或袖手旁观，我们竟然真的容许本国的技术源源不断的被卖给中国和美国，这必须改变。再往下，跟中国根本没法公平竞争，要实现公平竞争，就不该允许进口那些未在与欧洲相同条件和法规下生产的产品。接下来不可避免的，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降低欧洲人的工资，否则我们再也无法保持竞争力。中国工人的工资在很多地方只有我们的1/10，而且他们还不用负担社保体系的成本。再往下，欧洲如今对抗中国，恐怕只剩下高关税这一手段了。我们在成本上从来无法与中国竞争，技术优势也已不复存在，在许多领域，中国反而已领先一步。这其中，大型跨国企业也难辞其咎。为了在中国市场赚取15到20年的好利润，他们主动向中方展示如何制造高品质的汽车、飞机等产品，结果却是在自断根基。欧洲科技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大量生产基地，无异于为工业间谍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中国，研发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是我们亲自把核心技术送货上门的。下一则，就在5年前，中国几乎未在境外销售乘用车，如今中国已远远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啊，是呀，谁不知道电动车根本行不通呢？下一则，中国对我们的依赖越来越小，我们的专家竟没在几年前就预见到这一点，得有多蠢啊！起初，他们还被当作廉价劳动力而遭到嘲笑。随着欧洲企业将生产外包，他们逐渐壮大。自90年代起，他们就已是山寨冠军。如今，他们再也不需要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欧洲人了。我总觉得中国人从来就没把什么版权当回事。欧洲研发，中国生产，这种模式早就反过来了。如今在欧洲销售的往往是经过改进、标着中国研发并制造的产品。他们可谓把傲慢自大的欧洲人狠狠地扒了层皮。依我看，现在想扭转局势，恐怕已经太迟了。继续往下，中国拥有诸多经济优势。中国人不久前才刚刚摆脱贫困，对他们而言，工作与富裕繁荣是生活的核心。欧洲则已享受数十年的富裕繁荣，自我实现与工作生活平衡成了重心。人口更多意味着更精细的分工、更强的创新能力以及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冷酷无情、唯增长仕途的中央集权政府，取代了欧洲这种支离破碎、意见不一且效率低下的国家联盟。中国速度对阵过度官僚化的欧洲，聚焦未来技术，而非像欧洲那样固守传统成熟模式。中国进行战略性长远规划，例如2018年就已制定目标，到2025年实现人形 AI 机器人量产。光伏和电动车领域也有类似规划，而欧洲却总是滞后地应对当下危机。咱们再往下看，哎呀，资本家们突然开始呼吁市场管制、关税和保护主义了，何不尝尝自己开的药方？他们的产品只要在自由市场上做得更好、更便宜就行了吗？这不正是我们那些工业大佬几十年来一直在高谈阔论的吗？下一则，真正让我震惊的是，这件事对我们的政界人士和所谓专家而言，居然显得如此出乎意料。早在10年前，我就已有不祥预感。当时，在我所在的专业领域，参加学术会议的中国人突然成了绝对数量最多、最活跃的群体。当我看到那些昂贵的测试平台被10几所中国的大学或研究所采购，而欧洲大型研究机构为此常年苦苦争取预算，又或者当好几个博士生洋洋得意地展示他们如何破解了我们所交付设备中某个关键部件的设计原理时，顺便一提，那套设备我们确实是正式授权给了一个中国竞争对手，但他们拿到的只是怎么做的图纸，而不是为什么这么做的核心技术逻辑。看跟帖，
许多欧洲人那种傲慢自大的心态，我们如此优秀，中国人如此愚笨，如今终于遭到报应，形势已经逆转。现在反而是欧洲要从中国购买技术，比如在电池制造领域。再往下，中国如今确实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尽管并非全部，这被称之为竞争力。它源于生产效率、较少的监管限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技术进步和创新导向。下一则，在欧洲几乎无附加值。我早已开始避免购买中国产品，但最近几年情况急剧恶化。尽管奥地利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非中国替代品，即便如此，要买到非中国制造的家具、工具、机械设备、建筑材料和小件物料仍然极其困难。尽管我逐渐核查产品，最终仍有约40%来自中国。最近在灯具方面，我不得不彻底放弃寻找替代品。好在人工智能常常能有效帮助我找到欧洲本土的替代产品。看跟帖，只要避开纯中国品牌，比如华为、比亚迪等，就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继续往下，一根竹子一折，成片竹林则坚不可摧。中国已将这一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在中国，参与集体努力会得到切实回报，而这正是欧洲所缺失的。类似思路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硅谷就已出现。90年代，一些企业也短暂尝试过，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我们这里，只有极少数人借此暴富，而大多数人却两手空空。看谷歌、微软、特斯拉等等。在中国，几乎看不到街头流氓、敲诈勒索的律师、拒赔的保险公司或贪婪的银行家。中国的国家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极端个人主义之害，而我们呢，只有空洞的法条和形同橡皮的规章制度。朋友们，我补充一下，这位网友可是看透了他们西方制度的本质呀。好的，再往下，我们的企业高度依赖出口。过去2年，我们不断在海外市场输给中国企业，如今甚至在德国、奥地利、瑞士地区也开始丢失订单。基本情况是，我们的报价比中国竞争对手高出约50%。我们从事机械制造，在欧盟本土生产。问题是，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已有同行关闭了本地生产线，转而以自家品牌销售中国产品。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趋势。本土客户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如今连生产设备也愿意接受中国制造了。再往下，我们这里的一个风电场也改用中国风机了。最初计划使用的是欧洲制造的设备，但欧洲根本拿不出这种产能。据说施工期间问题频出，首批交付的风机叶片根本没随货抵达，安装时又遇到各种麻烦。欧洲安装工人拒绝临时凑合或即兴解决，结果只能从中国紧急调派技术人员飞来支援。有传言称，项目成本因此上涨了25%。原计划今年全部并网发电，现在却要推迟到明年才能完工，真棒呀！一个国有能源供应商竟然全力压住中国。不过别担心多出的成本，反正最后都会转嫁给消费者。下一则，今年我参加了维也纳经济大学 EMBA 项目的研习考察，首次前往中国。除了访问高校，我们还将参观企业。我的目标是真切了解中国经济体系的运作逻辑，并非为了照搬，而是为了弄明白欧洲经济真正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因此，我们还在行程后额外加了2周私人停留。照搬中国模式意义不大。以我目前的看法，若真要复制其经济成效，恐怕也得引入独裁体制，这点我不愿意。奥地利绝大多数人恐怕也不愿意。继续往下，这件事本该在20年前就讨论，如今早已为时过晚。当今世界经济与创新的主导力量只有中国和美国，其后是一段长长的空白。
再之后才是欧盟和日本等。奥地利在其中只不过是个旁观者，完全受制于这些大国玩家。奥地利或许还能在某些创新小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继续依赖旅游业，但就整体创新能力而言，奥地利这个国家太过排斥科学，太过保守，而且不想努力。我身边的100位同事中，真正拼命干的也就1-2个，剩下的大多数只是稍微装装样子罢了。再往下，这一切在过去10多年里早已现露端倪，如今刚刚发现问题，实则是对欧洲劳动者的一种虚伪。早在中国推行合资企业政策时，就该拉醒所有警报，但当时并没有，因为欧洲企业从中赚得盆满钵满。至于技术外流无所谓，中国决定在关键基础设施中只使用本国产品，这一动向在欧洲同样被无视。相反，我们自己却大量采购中国的网络和能源设备，只因为实在太便宜了。中国的崛起完全归因于西方的短视与贪婪。继续往下，光伏产业，我从事光伏行业，中国人对市场的掌控程度真的令人不寒而栗。5年前，欧洲还在引领市场，如今我们几乎已完全消失。如果你去慕尼黑参加一场光伏展会，你会以为自己身处北京。产品以极低成本生产，无视资源消耗与人权问题，有国家巨额补贴，并以低于成本价在全球倾销。而我们欧洲对此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我们竟将电网这一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拱手交给亚洲制造商，因而没什么大不了的吧？看跟帖。中国正在补贴全球能源转型，推动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对此，我们理应心怀感激。太阳能之所以能成为当今最廉价的发电方式，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中国的创新。正是凭借此，非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偏远地区才得以实现电气化。而借助来自中国的廉价电动汽车，我们正迈向交通转型，同时也正在瓦解沙特、俄罗斯、美国等石油出口国的能源霸权。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必须承认，许多中国产品的质量已大幅提升，尤其在 IT 领域和汽车方面，中国产品如今已完全达到欧洲产品的水平，同时价格还往往更美丽。德国知识点评，这位网友的观察也与我的观察相吻合，可能身处国内的人感受不到这样的变化，特别过去10年左右，我感受非常的深。中国产品的设计还有质量，特别是质量大幅提高。同时，过去10年左右吧，中国产品的质量以及设计水平都大幅提高，价格还特别的亲民。这点我感受真的非常非常深。其实这条评论的网友，这个人还是有点欧洲的自恋。在很多方面，中国不是已经达到欧洲产品的水平了，而是超过了。同时呢，中国还有很多是创新产品，欧洲以及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这种产品。所谓的第2波中国冲击注定对欧洲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这是欧洲的自大以及愚蠢政治的结果，真的怪不了中国。这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